各位好久不见，这里是新开张的，准备单独做成一个系列的底基蒙新色吐槽。整个10月呢，官方就只在10号更了那个小蜥蜴的成熟期，然后在漫画里边透了一个底基蒙和阿普蒙的缝合怪甚至都还没进图鉴。因为我吐槽还是要看那个文字设定的，所以他没进图鉴呢，我就没有办法做吐槽。等于说10号就只更新了一个新色。我当时呢，一方面是以为他们10月下半月会继续跟这个小蜥蜴的进化线，或者把那个缝合怪加进图鉴，结果等了1个月也没等来。另一方面呢，如果当时就一个新色做视频的话，那做出来可能也就几分钟，可能有的人泡面都还没泡熟呢。所以综合考虑了一下呢，我就决定这个新色吐槽还是攒够一条进化线呢再做一次。但是在攒新色期间，要是底基蒙这边发生了什么离谱的新闻的话呢，我可能忍不住会临时做一期。但问题就是整个10月份也没有发生什么离谱的新闻。你像动画那边的事情我是完全没兴趣的，让我骂我也骂不起来。然后这个还在连载的漫画，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继续观望。在他们明年5月份连载完之前，我也没什么特别想说的。你一定要问我的话，我的感想就是这样。唯一值得拿出来说到一下的新闻就是这1个月底基蒙搞了很多联动，在怪物猎人那个联动之后又搞了智龙迷城的联动，当然最大张旗鼓的还是徽章战士那个联动，联动机体都已经做到3代了。不过既然说到联动呢，我们就可以说最近这个终于官宣了的哥斯拉对决底基蒙。既然两边官方都已经在搞联动了，那倒过去可能也可以说之前那个太古戴拿社也许真的是打过招呼的吧，那人家搞不好真的是致敬，那我这儿该给人家证明还是要给人家证明的。虽然就算他是真的致敬，我也还是只会给他5分的，毕竟拿着一个原作改一改，还是比设计一个全新的原创怪兽要简单多了嘛。要不把评分拉开一点，那怎么来支持底基蒙多搞一些有创造性的怪兽呢？然后就是这个联动又公开了一个联动兽，不知道是会叫战斗哥斯拉兽还是哥斯拉暴龙兽之类的。而且从之前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联动兽大概率不会进图鉴，所以我这里就先说2句吧。虽然这玩意儿你还是可以叫它缝合怪，但比起那个直接把暴龙兽的头拼到熊火龙的脖子上，以及把加鲁鲁兽的体型往雷狼的方向调整了一点，然后改了个毛色比起这种它还是拼的要稍微认真一点，还搞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左边是哥斯拉右边是战豹的非对称设计。说真的，他要是像那个阿普蒙拼底基蒙一样，真的就是左右画2半，我可能都不会叫他非对称设计。但是他这个胸甲全部是战豹的，但是中间又跟哥斯拉一样裂了一个口子，以及左腿这个像是数据化一样的设计，甚至于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说透视的关系，你感觉左腿这个数据化的程度好像要比右腿多一点就是这些地方让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多少用了点心的。总之呢，比之前怪物猎人那俩要好很多，但是你说它多优秀吧，可能还是谈不上。总之这个联动兽就这样姑且评一评吧。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进了图鉴的新色。首先就是整个10月唯一更新的新色异齿长脊兽。我只能说角色设计这个东西一眼看过去能不能符合大众审美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还是很支持异齿龙兽他搞这个看着很笨重但其实很灵活，我还是支持他搞这种反差设计的。但不代表你要把它画成这样一个身体比例如此奇怪的充气的胖子而且你这图鉴会真的有把人家这个只是因为鳞片展开而显得体型大，你真的有把这个概念传达出来吗？要传达这种概念，那这个图鉴会至少应该很明显的是，你可以看出来它真正的身体确实不大，大的是额外生出来的那些鳞片。但这个图你看得出来吗？你就比如说看它这个上臂和大腿，这明显就是非常实在的从身体的这个位置接出来的而且这个上臂和大腿还不细前臂和小腿就更离谱了。你要跟我说这是一个灯笼袖灯笼裤腿然后伸出来的这个前爪后爪就类似于那个尾巴一样尺寸明显看的要比这个袖口裤脚小一圈的话，
那我可能还多少会相信一点他是真的体型小，只是穿的衣服大。但他这画的明显就成了根本不是什么灯笼袖灯笼裤，压根儿就是手脚长得太粗，直接把袖子裤腿给撑大了，你给人一种这种感觉。甚至这个设计概念上本来应该是袖口的这个东西，看着都很违和了，你都不觉得它是个袖口，而是那个地方褪了一层皮之类的。更不要说你仔细看它这个露出来的胸到肚子这一块感觉好像还有一个凸出来的大肚子。你这怎么让我相信你这只是显得身体大呀？这个实在的身体的部分就不说了。我真正特别生气的是它这个所谓的鳞片。你这个所谓的鳞片看着像鳞片吗？你这上半和下半上色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这怎么看材质都是同一种啊？下边是皮肤，上边还是皮肤呀，哪里像鳞片了呀？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前臂和大腿看着这么像实在的生在这个身体上的呢？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画法导致这上下的材质看着是一样的呀，给了人一种有连续性的印象当然我觉得更过分的是它这个所谓的鳞片的这个线条，这种层层叠叠的东西有你这样画的吗？你就像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遇见领子一样，这种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东西，它在侧边是有一个收束的边缘的呀。结果这儿也就只有挨着这个遇见领子的这几条线它因为跟这个遇见领子交界了，你可能还可以感觉它延伸过去，延伸到那个领子下边了。这后半身的这几条线甚至都没有收束，那你这种画法给我一种什么印象呢？除了被刀斜着划拉了几下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会长得像这样。这个画的也太随便了。然后这个手别的部分也画得很随便，比如说脸旁边的这个东西到底是耳朵还是胡须还是类似于头盾的那种结构，就你根本无法看出来这个东西是怎么在身体上生根的，也就完全没法判断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最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沾了2坨气泡一样。还有大腿上这个蓝色的菱形，当时成长期这个菱形的角正好就对着它2个指头的中间，而且它这个前臂延伸到2个指头中间基本上也是一个菱形，这内外是对应的，看着就很舒服。但成熟期这个就把一个菱形贴在一个圆柱形的大腿上，我就只好又把那句话搬出来了，你是怕这里不贴一个东西显得很空吗？还是说刻意要贴一个标记表示它和成长期有联系呢？我说真的，你把这个菱形改在这个小腿上面可能看着都要舒服一点。骂了一堆。所以还是那句话，一个角色一眼看上去就不符合大家的审美是真的很要命。但我还是要说，这其实不会致命，真正致命的是概念不行。异齿龙兽它继续发挥这个服饰和蜥蜴的结合，这个概念还是好的，而且它这个背鳍的部分还有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遇见领子还算是它实践的不错的部分，它的文字设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异齿龙兽呢，我觉得它的底子本身还是够硬的，只是这个图鉴会实在是画得过于随便了。但说到底也就等于说是异齿龙兽它只有图鉴会这一张图不行，你换 Liberator 和卡图里面换别的画师来拿着这个概念好好发挥一下，或者取一些不是那么难看的角度来画，它看着就不会那么难受。所以最后这个异齿龙兽，虽然我觉得它这个肥肥手脚以及奇怪的胸凸，还有大腿上这个菱形这些都是设计上的硬伤，即使换个人画可能也改不了这些事实。但这就比较像之前那个斯卡蒂，虽然实在没有长在大家的审美上，但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概念的，想法是好的，得个6分是没问题的。但他这个像被刀划了一样的皮，还有这个脸上这个没生根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些部分就是属于态度不行，画得太随便了。这个态度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扣1分，所以最多就只给他5分了。下一个飞碟骇客兽，大家都知道我经常骂和尚口水文本废话多，他这个设定文本还是有点轻小说册子。就比如说他这个远程探测器性能十分优秀，性能十分优秀这句话是没有必要的呀。观众看了后边这个可以侦查可以刺探甚至可以火力支援，
观众看了这些描述就自己可以判断这个东西性能好不好了呀，不需要你在这儿自卖自夸呀。还有就是一上来这句话也让我觉得有点好笑，你设定文里面根本不需要写故事，你把这个怪兽的功能写完了，后边的人自然就知道这个怪兽应该用在什么地方。你写了这么具体的一个场景，那后边的写手他如果想严格遵守设定的话，那这就变成了一个限制。所以我就说这种厕纸文学还不如不要写。好了，厕纸文学骂完了，再来说这个兽的形象。这个兽的形象我其实还是挺满意的。之前的特工兽或者说蝶属兽还有它的成熟期，我个人是相当不喜欢的。像我前面骂异齿龙，你就看得出来我还非常在意这种画出来的材质到底是什么这种问题。那像成长期这个怎么看都像是铁桶包了一个软糖，我就很不能接受。你整个这个玩意儿它全都是金属，你就画得更像金属一点，它要是半改造的生物，你就画得更像生物一点。你画一个小熊软糖，我只觉得你在偷懒。成熟期这个倒是完全金属化了，但视觉上就是把一个上半身跟一个飞碟拼一起，感觉还是挺缝合的，看着还是蓝色。但现在这个飞碟就很好，它幸好没有像成熟期那样继续搞上半身是一个什么生物，下半身拼个飞行器，幸好它没继续这样搞了，它干脆把上半身全砍了，整个本体就是一个飞碟。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缸中大脑存储器，这个老花就画得很生物了，这改造型的味道也出来了，甚至它这个触手都没有像成长期那样偷懒画个软管，它都是画的这种硬的多段关节式的触手。前面那个异齿龙是画的非常不认真，但这个飞碟明显画的就比较认真。最后就是它这个僚机，虽然理论上只是因为跟这个本体一样都有这个黄色的圆眼睛，但它把这个黄色的圆眼睛放在这个圆形的蓝白色的这个玻璃罩上，看着就很像大家都很喜欢的水母。从飞碟这个兽自身来说，它画眼睛可以给大家传达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可以自主行动的僚机，而不是一个扔出来的炸弹。圆眼睛这个又是迪基蒙里边很多兽都会有的一个设计，这种由自己的设计理念做支撑，把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很常用的要素放在一起，最后却传达出了一种大家熟悉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就叫一个设计有迪基蒙味儿。总之飞碟骇客兽这个东西呢，它和前边的异齿龙正好反过来，它是设计和画的很好，但是理念比较一般，也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飞碟嘛。甚至这个一般的理念写成设定文呢，还写的有点废话文学。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可以给他7分。最后隐形突袭兽没什么好说的，这不就魔神 Z 吗？就火箭飞拳和胸部火焰都给人家抄完了，可能还融了一个大魔神的回旋镖，只不过这个回旋镖不是从胸口扯下来，而是把魔神 Z 本来那个就可以分离的小飞机翅膀给扯下来。说真的，这玩意儿吧，你只看它的长相，你觉得它有个胸部射线也可以理解，虽然它胸口这个怎么看都有点像个雷达但我们姑且先不说这个，就你光是胸部射线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年头谁还没有个胸部火焰呢，是吧？就胸部火焰单独它一个，基本已经成了萝卜设计中的一种范式了。你光有个胸部火焰，我绝对不会说你抄，但你把别人的几个标志性的必杀技全用过来了，身体的这种大圆柱体块又长得那么像，我不说你抄等于说我这双眼睛白长了当然现在可能还真的不能随便说迪基蒙抄人家说不定人家真的又打过招呼了呢又是一个致敬呢搞不好过几天又要搞联动呢是吧？然后他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儿已经整得这么像 Super Robo 了，甚至于还有一个可以横扫千军的胸部火焰，你战力都这么强了然后居然还需要隐形，还只是用来扰乱战场。看过 Seekers 的朋友们都知道，当时 SOC 他们打大门的时候，马文哥就只是在现场丢了一个失控的混沌龙那个现场就已经够乱了。隐形在这个扰乱战场里面不是那么必备的一个功能呀，你都已经是 Super Robo 了，你在那个战场上随便打几下可能就足够扰乱战场了，更何况这玩意儿还要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队友的环境。我说真的，你这横扫千军的胸部火焰打过来，怕是连队友都给打没了。所以就是说
Super Robo 这个概念跟这个协助队友打佯攻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是有点对冲的。大家看 Super Robo 不就是为了追求个爽吗？你都造了一个 Super Robo 出来了结果只把它用在这种扰乱战场、协助队友用在这么小加制器的地方，而且扰乱战场都还不能像 Seekers 的混沌龙那样光靠战力就足够扰乱了居然还需要用隐形然后突然出现这种方式来扰乱。你把人家魔神 Z 的招式全都拿来用了，然后不靠隐形都还扰乱不了一个战场是吧？你是在看不起人家超级系大前辈的战力吗？你致敬人家超级系大前辈的方式就是把人家拿来大材小用当辅助角色，有你这样致敬的吗？所以我还是很想骂他，又想抄又想照顾进化连续性，最后就搞出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其实要说进化连续性的话，我觉得最后这个 Super Robo 跟前面的特攻兽还有它成熟期确实是有连续性的。你看它成长期的时候背后就背这个翅膀了，然后成熟期就已经有胸部火神炮了，这样顺生下来好像确实有可能变成这个 Super Robo。 所以要我说，我觉得它这个究极体确实可以保持不变，就做这个 Super Robo， 但是要把这种什么扰乱现场方便队友这种别扭的部分给去掉，甚至我个人觉得连隐形都可以去掉。按我个人审美，我可能会这样设计，就是这个兽它在完全体的时候吃了大量别人的记忆数据，吃多了之后它突然变异了。你看这个悬浮特攻兽，它从成熟期进化到完全体的时候，它主要是在隐形这方面强化了。那我们可不可以搞成它从完全体突然变异到究极体的时候，它反而反过来了，它把隐形这个能力给丢掉了，或者至少没有继续强化隐形吧，把隐形当成一个辅助的能力，反倒是极端的强化了战力变成了 Super Robo。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样在设定上搞点反差和意外但是保留 Super Robo 本身的爽味儿，我觉得这样反而有趣一点。或者你就不要把它搞成 Super Robo， 你这设定里不是还写它是被破解队改造的吗？破解队还缺 Super Robo 这种单纯的战力吗？可能他们也不是很缺了他们反而就是比较缺这种擅长辅助的、擅长搞谍报的，可能他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角色在这儿。而且你仔细看他这个图鉴设定，你发现他们这一系虽然有可能是破解队在用，但好像也有可能是野生的，尤其是这个飞碟写得很明确。那换我可能就会这样设计，就是野生的这个飞碟骇客兽，他吃了太多迪吉蒙这种所谓的战斗种族的记忆数据之后，他突然变异了，变成了 Super Robo。 但是破解队手下的这个飞碟骇客兽呢，因为破解队需要这样一个打辅助的角色，所以就给他改造出了另一种究极体，战力没有 Super Robo 那么浮夸，但是他确实擅长打谍报，可能相对的也比较好控制。总之我是觉得，你要是想让这个进化线一直保持这种擅长谍战的定位，那你就好好设计一个擅长谍战的角色，不要去乱挪用人家超级系的东西。你要是就想做一个致敬 Super Robo 的角色，你就让他 Super 的彻底一点，不要搞得两个理念在这儿左右互搏，要我说甚至还断送了搞一个分支进化的可能性。反正我觉得这玩意儿它的理念上是很糟糕的，但它画的确实好看。虽然它这个大铁块是很有即视感的，但它还是加了很多后世的萝卜设计才会有的细节。就算非要说它是缝合怪，那它这个缝合至少也是这次这个战爆哥斯拉，至少也是这种程度以上的稍微动了一点心思的缝合。再怎么还是比怪物猎人联动那两个只有拼接换色换画风比起这种缝合它还是要高级一点的。但虽然我觉得它这个画的还行，但还是改不了它这个设计理念不行的事实，所以还是5分顶天了。好了，结束了。至于这周才出的新兽，照 Liberator 更新的这个调性，它1个月内应该都不会再有新兽了。新世纪这边估计也不可能这么快再出一个新兽，所以这4个我就留着下半月慢慢做吧。